你一定多少有听过最近用户圈爆火的 Claude Code， 很多人拿它来写 code， 生成网页，甚至是组织了自动化工作流。除了透过 VS Code 平台使用 Claude Code， 还有一个平台也非常搭配。由于我自己是 Antigravity 的爱用者，所以我想跟你分享这种双重 buff 的顺滑协作方式，一次在一个平台里双开2个市面上最强大的 AI 模型，一个问题可以双重协作，实在太给力了。另外，我发现也有许多用户还不知道 AI 帮你生成网页后该怎么办，要如何让它真正上线。这支影片我也会分享如何透过 GitHub 免费部署你的网页，让你的作品不再只是躺在你电脑里的档案独自欣赏，而是能直接点开的实体网页。如果你也在用 Claude Code， 或者正在评估要不要入，这支是我的实际操作记录。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到实战画面，看看这个组合有多强大吧。我们开启 Antigravity 之后，可以看到 Google 本来就提供了我们一些免费额度。那这个外挂是我额外去装的，就是可以及时看到我们剩多少额度。像我的 Cloud 的额度，现在使用的余额只剩0了，然后重启要等4天又3个小时之后。那但是 Gemini 3.1 Pro 跟 Gemini 3 Flash 都还有足够的额度可以使用。那如果想要这个外挂的话，可以直接在左边的 Extensions这边是输入一个插件名称，然后选择安装这个键就好了。那这边是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它不会再显示 install 的按键。回到这里，那我们现在要安装 Cloud， 首先你必须要是 Cloud 啦，至少是 Pro 方案的订阅户才可以使用 Claude Code。那完成订阅了之后，我们在 Antigravity 这里上面有一个 Terminal， 那选择 New Terminal。那这里是因为我已经事先新增了一个资料夹，而且我希望我这个资料夹的位置就是在 AgTest 下面这个 folder， 也就是这个资料夹，我就是专门给 Antigravity 使用的。当然也包括我现在即将安装的 Claude， 因为我不打算授权它存取我整台电脑或是整个地槽。比如说我如果现在想要它到某个特定的位置，那你就先按 CD。比如说我这样的话，它的位置就会回到低潮下了。但是我现在不想要这么做，那我现在就是让它这个资料夹存储的位置回到了我低槽下的 AgTest 的这个位置。在这里我们要开始安装 Claude Code， 贴上这一串，那它已经安装好了。如果你是 Mac 或者是 iOS 系统的用户，直接输入这一行也可以完成安装。那接着我们要直接输入 Claude， 然后按 Enter， 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 Claude 的欢迎界面。那因为我是曾经删除又重新安装，所以我现在用左斜线 Login 再重新登录。通常如果你是第一次装的话，它也会问你这3个选项，就是你要使用什么方式来登录。那如果你是本来就有 API 听到的话，就直接选2。那通常大家最常用的就是使用我们在 Cloud 的订阅方案，就可以免费用 Claude Code 了。所以我就这边让它有标停在一按 Enter， 这个时候它会导入到 Cloud 的网页，然后让你选择你要不要授权，按下 Authorize 之后出现了 You're all set， 那就代表我们登录成功了。然后这边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登录成功的画面，按 Enter。接着我们确定自己登录了之后，就可以关掉这个终端机，回到左边这一侧的选单，找到 Extension 去找外挂，然后输入 Claude Code。那因为之前我已经装过了，如果你还没有装的话，就直接点选 Cloud 旁边出现的 Install 就好了。要注意它的 Provider 一定要是 Anthropic， 它的 logo 是长得像太阳花。当你按下下载完毕之后，就会看到它出现在左边。那这时候我们就按一下 New Session。好，这边就是我们跟它的新的对话框。不过我们要确定我们到底现在在这个插件里面到底有没有登录，那我们就按左斜线点 Account。好，先来看 Login。好，我还没有登录，按下这边问你要不要去开启外部的网页，我们就选择 Open。它需要再登录一次，再授权一次，所以我们再按一次 Authorize。You are all set， 完成了。那我们就回到 Antigravity。现在我们来左斜线看一下我们的账户。这是我之前使用掉的额度。那如果之后要查额度，可以来这边看，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方案是 Claude Pro。那到这一步就代表你已经成功的把 Claude Code 安装在你的 Antigravity 里面。你现在同时拥有 Antigravity 原生的 Google Gemini 的 AI 模型供你使用，也拥有 Claude Code。所以现在这个画面就显示我有2个对话窗口，一个是右边是 Antigravity 原本的 Agent 对话窗口，那我们可以选用的就是 Google 它提供的一些AI model，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跟他直接对话。我问他说能不能够看到我的 GitHub 仓库，那他就是把我的 GitHub 仓库全部都列出来，因为这个就跟大家使用 Claude Code 的时候会连接 MCP 工具一样。那我也在 Antigravity 这边 MCP Service 我也同样连上了。
我的 GitHub 还有 Notion， 这边可以看到已经 install 了，这边都要提供 API， 还有 Notion 也是，这就代表 Antigravity 它可以直接帮我们进 Notion 做编辑、操作、读取，也可以直接在我的 GitHub 的仓库里面做一些编辑。那左边可以看到有太阳花 logo 的，就是 Cloud，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Killer Code。那我没有在所有 AI 的命令界面使用它，我就是把它调到 Antigravity 里面使用它，所以我现在也同时有2个 AI 可以一起工作。右边就是 Google 的，左边的就是 Cloud Code。那这部分就跟大家一般知道的 Cloud Code 是差不多的，我这边就不赘述。这2个网页就是我透过跟 Antigravity 还有 Cloud 一起协作出的一页式网页。那这一种的操作方式其实就跟大家在 Antigravity 里面用自然语言对话是一样的。那像这个它是价值美金2000块的一个 proposal， 我这边还特别设计了中文跟英文版，上面直接做切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感。其实单单从 Antigravity 套用 Gemini 模型，它一开始是做不出这种美观的，是要搭配 Cloud 的，因为 Cloud 它做出来的 HTML 档案一直都比较精美，这个大家公认的。但是有时候你要它去修改某一个地方，或者是修改某个结构的时候，它常常会一直跳帧，就是它怎么改都没有符合你的需求。这时候你再把它的 HTML 档丢回给我们的 Antigravity 里面的 Gemini， 让它去修改，通常它可以修正完毕。所以 Cloud 跟 Antigravity 里面的 Gemini 模型，这2个是互相互补的。我发现2个 AI 模组一起协作的威力是比单一 AI 模型协作还要更大，所以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在 Antigravity 里面也去下载 Cloud 这个插件，然后登录你的 Cloud 订阅账户，直接使用它。当然也有一些情况下，如果用 VS Code 去使用 Cloud 会比较稳定，但是如果是一般状况下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其实在 Antigravity 里面就可以跟 Gemini 一起使用。那我现在想要试着让它用我现在左边这现成的2个设计语言档案跟美感规格书来生成另外一个新的一页式网页，所以我们可以用 at 去带入档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Cloud 它已经根据我要求，我给它的美感规格书还有我的特定的设计风格，请它根据这些来重新设计出一版一页式的广告，就是宣传广告设计的，也就是作为一个广告设计师的一个介绍页面。那它就帮我做出来了，它把档案放在了我指定的档案夹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它根据我给它的要求做出来的。因为它这个页面长得很像之前要求的这几页的风格，比如说几何图形、特定的配色，请它要根据这些元素，它设计出来的就非常符合我原本的设计语言。可是它左边这一大块空白，我希望它能够放一张插图，所以我就把这个 HTML 放在我的 Gemini。其实如果有用付费的 API 的话，也可以直接调用 Google 的 API 在 Allcode 里面，然后直接调用 Nano Banana 来画图。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 Gemini 的 Pro 订阅户，我就不想再额外用 API 了。那我就把他帮我设计好的这个 HTML 档放上来，然后请他画一个有质感的配图。所以他就给我他的 proposal 之后，我同意了，我就请他画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画出来的是非常适配我们这个网页的色系跟色调，所以Gemini它跟 Cloud 的搭配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合作无间的感觉。那我们就把它下载下来，回到小画家，用小画家把它打开，我们选取消除的功能，专门来右下角的浮水印给消除。消除之后，我们就可以先存档。那接着我就再回到 Word 这里，我就把这张图跟我希望它能够放置的位置截图提供给 Cloud， 请他帮我把插图放过去。好，那经过了2-3轮的对话，现在我们重新刷新之后，它有按照我的要求，把刚才我们在 Gemini 生成的配图放在左边，而且还加了一点动态的效果。那假设这个示范页面想要放到网络上怎么办？一个最普遍的方法就是直接到我们个人的 GitHub， 或你还没有一个 GitHub 的话，要去注册一个账号，用 Google 就可以登录。假设我们是个人使用，而且是一页式的话， GitHub 这边可以提供一个空间让我们放静态的网页。我们先点选 New Repository， 先新建一个仓库。左边是你的用户名称，右边的话可以新建一个，比如说我建一个叫 Brand Demo， 这边我也打一样的。这边可见度我们一定要选 Public， 按下面的 Create Repository，
接着呢，我就要上传刚才他给我的那个网页了。那我选择 uploading an existing file， 上传现有的网页，可以用拖页的方式。那但是上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上传的网页它的 HTML 档，我们一定要先改个名字，改成 index， 这边随便写一个加入档案 amend changes 提交变更，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上传的网页在这里了。然后我们就点选右上角的设定，左边的原单点选页面 pages， 在 branch 这里点选 main， 然后点选储存。它现在就在帮我们构建这个页面，大概要等1到3分钟，刷新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那个网页了。好，过了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刷新页面，就看到我的网址已经出来了。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网址就是我这个页面它的最后的放置的位置。哦，可是这个图没有上传上来，那我们需要把图片也上传到，因为我们如果图片是额外附加的话，那我们就要把图片给它上传。好，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仓库的位置，然后在这边选择 add file， 选择上传档案。哦，因为刚才我看是我忘记上传了图片档案，我没有把这个档案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如果是 HTML 网页是由 AI 设计的，但是如果你要插入图片的话，肯定还会有图片档。那这个档案它原本的路径，比如说它是包在你本地的有个叫 image 的档案下面的话，那你上传的时候也要按照这个路径上传。也就是说，你要新建一个 image 资料夹，再把这个图片放进去。所以我就请 Cloud 自己处理。它其实在这方面的智商有时候真的比不过 Gemini 跟 ChatGPT， 它搞了半天绕了好几圈，最后终于完成了。所以一开始如果想要部署到DHub这种静态公开网页的时候，这里面的图最好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就跟 AI 模型沟通，说这个等一下是要放在 GitHub 上面，所以那个路径一开始就要设计清楚。我们也可以看到左下角这边我已经用掉了 40% 的上下文使用额度，打 /context 一般就能看到现在用量了。那我现在的用量大概是只剩 36.8 左右，这部分如果这个端到这边就结束，如果要新开其他的对话框的话，会比较省 tokens。好，我主要是想要展示 Cloud 跟 Gemini 的协作，就是可以产生互相碰撞的结果。而且如果有逻辑上面的问题，就可以让 Gemini 适时的介入。在 Anti-Gravity 里面，只要打 Ctrl+L， 我们就可以呼叫 Anti-Gravity 它里面原生的 Gemini AI Agent 来工作。如果你暂时只想要用 Cloud 的话，只要点选左边的 Cloud Code 插件，就可以把它启动。它的之前的旧的对话记录在这边。如果你对于 Cloud Code 感兴趣，但不了解 Anti-Gravity， 可以参考我们先前的这支影片，带你进入更高效的开发世界。也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 社群交流，我会在那里分享最新的 AI 应用、强大的第二大脑工作流、影音制作与 AI 绘图指令，以及自媒体经营的秘辛。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咯，记得订阅、按赞、关注我，我们下次见。